喺疫情期間，世界各地嘅醫護人員發現到一個好明顯嘅事，就係病情比較嚴重嘅新冠肺炎患者，無論係住院入 ICU 需要用人工呼吸器，同埋死亡嘅人，大多數都係 Story time。中山大學有一位流行病學家徐林教授，當佢分析緊中國最早一波疫情嘅數據嘅時候，佢注意到一個 pattern 不斷重複嘅出現，就係 BMI 嘅影響啦。BMI 總係同新冠肺炎嘅嚴重程度係 positively associated。當佢喺2020年嘅3月份提交佢嘅研究發現俾一個 academic journal 嘅時候，嗰啲編輯們敦促佢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佢嘅發現。從嗰時開始咧，世界各地嘅研究開始紛紛湧入，並得出同樣嘅結論。就係即使考慮到糖尿病同埋高血壓等嘅因素，肥胖者比體重正常嘅人更有可能死於新冠病毒。呢一份評論報告收集咗75份研究報告，有10幾個國家，包括亞洲、歐洲、南美洲、北美洲，一共超過39萬嘅確診新冠患者。而頭先提到徐林教授所出嘅研究報告都喺入邊。數據顯示咧 ，BMI 比較低嘅人相比，肥胖患者住院嘅可能性增加113%，入 ICU 嘅可能性增加74%，同埋死亡嘅可能性增加48%。然後 CDC 亦出咗2份報告，提出有關肥胖同埋新冠肺炎嘅關係。呢4個圖表示風險估計同埋 BMI 嘅關係。第一圖可以見到過瘦同埋超重嘅入院風險一樣高，但係咧入 ICU 用人工呼吸器同埋死亡嘅風險係隨着 BMI 嘅數值而增加。換句話嚟講 ，BMI 越高，入 ICU 用人工呼吸機同埋死亡嘅風險越高。如果分年齡嚟睇，無論乜嘢年齡階段，入 ICU 用人工呼吸機同埋死亡率都係一樣嘅趨勢。呢一份文章提到，如果超重嘅人中咗新冠病毒，病嘅程度會更加嚴重，年輕人一樣逃唔過。因為好多人認為新冠病毒淨係針對長者或者有慢性病嘅人，例如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等等，先會病得咁嚴重同埋有生命危險。但係心臟代謝疾病專家提出，對於重症嘅新冠肺炎 ，BMI 仍然係一個重要風險因素，而且佢係一個 linear relationship 添。我哋先睇睇點樣計 BMI。BMI 係體重除以身高嘅平方。當然呢個係一個比例，佢有佢嘅局限。如果一個人骨骼重或者肌肉量重嘅話，佢計出嚟嘅 BMI 可能顯示佢超重，但係唔代表佢脂肪高喎。好似 The Rock 咁啦，佢計出嚟嘅 BMI 係高嘅，但係咧唔代表佢係有超重或者肥胖。所以咧，我喺呢個影片所講嘅 BMI 高係指脂肪過多嘅人，唔係嗰啲肌肉量高嘅人。我要強調，就算 BMI 歸類一個人為超重或者肥胖，唔係話 BMI 高嘅人患上新冠肺炎就一定病得 BMI 低嘅人嚴重。我只係分享研究所得出嚟嘅結果。我要睇睇點解咁多研究顯示超重同埋肥胖者嘅危險性比較高呢？首先，大部分超重同埋肥胖嘅人都有其他慢性疾病，例如糖尿病、高血壓、高甘油三酯等等，呢啲全部同新冠肺炎嘅嚴重程度有關。呢幅圖解釋點解肥胖患者患上新冠病毒會病得更嚴重。Number one， 研究員發現到肥胖同埋超重嘅人更多嘅 ACE2 受體嘅 expression。當身體可以 express 更多嘅 ACE2 受體嘅話咧，就會促進更多嘅病毒進入細胞。仲有一個 hypothesis 就係更多嘅脂肪組織會令到新冠病毒喺身體傳播得更快。呢個咧係新冠病毒未確認到，但係已經喺其他病毒證明咗嘅。咁第二就係有關慢性炎症同埋急性炎症，因為醫生話肥胖嘅人已經喺炎症狀態入邊啦。如果再引入一種會引發 cytokine 反應嘅病毒，係一個已經發炎緊嘅身體，就會見到 cytokine storm 啦。呢個 cytokine storm 就係令到細胞、組織、器官嘅破壞。簡單講，肥胖症會令到一個人處於慢性炎症嘅狀態入邊，而 cytokine storm 係一種急性炎症。急性炎症再加慢性炎症就係 bad news 啦。第三就係免疫力功能受損，胰島素同埋瘦素抵抗，食過多個碳水化合物，食唔過蛋白質，同埋唔敢掂脂肪，因為驚肥啊嘛，唔敢食脂肪。其實食脂肪唔係令到你肥㗎。咁第四個原因係新冠疫苗對肥胖者嘅效果可能冇咁好，因為肥胖症同免疫反應遲鈍有關。其他疫苗已經證實咗喺肥胖人群中效果唔好，所以研究員擔心新冠疫苗提供唔到所期望嘅保護。
雖然呢個 topic 有啲 heavy，亦可能會得罪好多人。呢個影片唔係嚟針對超重同埋肥胖者，只不過我要分享真係發生緊嘅事，而由好少人提到有關新冠肺炎嘅資訊俾你哋。打疫苗嚟保護自己對抗病毒，我相信大家都聽唔少啦。政府都做好多宣傳活動嚟鼓勵更多人打疫苗，我亦都唔反對。但係健康嘅生活方式、體重管理係一樣重要，或者長遠嚟睇係更加重要添。疫情已經超過2年幾啦，我哋有足夠嘅數據明顯嘅顯示新冠肺炎嘅嚴重程度、康復時間甚至死亡率同一個人嘅整體健康有關。但係點解又冇人推健康嘅生活方式嘅重要性呢？我哋係控制唔到幾時有新嘅病毒來臨，或者佢幾時變種，但係我哋可以控制嘅係優先食原形原貌嘅食物，增強自己抵抗力，減少炎症，舒緩壓力，管理好情緒，出去戶外吸多啲新鮮空氣，喐多啲，學識有持續性嘅體重管理，即使瘦咗唔會再肥翻等等啦。聽起嚟好 basic，唔潮流甚至冇錢賺添。其實呢啲應該係要加倍去注重嘅地方。而我覺得有關嘅各種官方機構應該鼓勵大家向呢啲方面去採取行動。雖然好多研究講咗重症新冠肺炎係由肥胖而引起嘅，但係真正嘅原因又未必淨係因為肥胖，只不過肥胖係最容易測量到嘅。新冠患者可能有其他測量唔到嘅問題，例如慢性炎症或者糖尿病前期。一個人可能係肥胖而引起慢性炎症，又可能係因為慢性炎症導致去肥胖。肥胖可能係因，又可能係果，所以唔係咁簡單，少食多動就可以解決。例如從飲食、生活方式、生理、心理各方面去審視。呢一個就係其中一個我做呢個 channel 嘅目的。喺呢個 channel 你可以揾到好多有關呢方面嘅影片，希望個影片可以幫到你更全面嘅睇你嘅健康。我會擺其他有關呢 topic 嘅影片連結喺下邊嘅 description。我哋喺下個 video 見啦，拜拜。